你有没有想象过一个画面？当孩子拿到考卷的时候，你希望他看到的是手心冒汗、脑袋一片空白的自己，还是可以气定神闲、从容应对的自己呢？我们每天都在为孩子的未来努力，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担心好像常常比孩子自己的压力还要大？你是不是也常常在孩子耳边提醒不要粗心哦，记得要检查哦？但结果呢，孩子还是错在那些不该错的地方。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一个小秘密，其实要让孩子在考场上能够保持冷静跟清醒，这跟聪不聪明没有绝对的关系，关键在于有没有用对方法。我是 Ann， 很高兴你来到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探索，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把考试的焦虑一步一步转变成考场的自信。在这份学习自信养成计划里，你会学到怎么样建立不会随着分数动摇的3颗心脏理论，10个可以马上用上的考场魔法口诀，还有我们要怎么点燃孩子内在对学习的热情。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其实我今天分享的很多灵感都是来自《刚刚好的管教》这本书。我从书中关于应试心态的内容得到很多启发，然后把它设计成一套我自己在家里引导我们家小学生的10个闯关魔法口诀。而且这套方法真的很简单，简单到连小学生都可以马上学会，立刻上手哦。好，那我们首先呢，先来深入聊聊这个最核心的基础。我平常在跟我孩子沟通教养的时候其实不太喜欢用太复杂的词，我就告诉他，一个成功的学习者需要慢慢长出3颗心脏。第一颗心脏是一颗很稳定的爱心，这颗心脏是爸爸妈妈给的，它永远都不会动摇。我会常常跟我的孩子说，我对你的爱跟你的考试成绩一点关系都没有哦，就算你这一次真的考不好，我对你的爱也不会少掉1分。你知道吗？当孩子的这颗爱心稳定下来了，他就有了可以去面对任何挑战的勇气。再来，第2颗心脏是一面独立的盾牌，这颗心脏代表的是为自己负责。孩子的作业，他的学习进度，就像是他手上的一面小盾牌。爸爸妈妈的角色呢，是教练，但这面盾牌必须要由孩子自己拿稳。我会教他方法，但他要学会自己去决定什么时候该拿起它，什么时候又可以稍微放松一下。最后这第3颗心脏，我觉得最神奇了，它是一个充满好奇的放大镜。这颗心脏是孩子心里那个很想知道为什么的内在动力。我会一直鼓励我的孩子，学习不是为了分数，而是为了满足他心中那面好奇的放大镜。当他发现原来世界有这么多奥秘，学习就会从一个任务变成一场超级有趣的冒险。这3颗心脏，稳定的爱心、独立的盾牌，还有好奇的放大镜，就是帮助孩子建立终身学习力最稳固的基础。好，有了这3颗心当做我们稳固的基础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精神用在最实际的考试现场了。我给我孩子的考试方法都变成了一个一个很简单又很好记的魔法口诀，这样当他在考场上感到紧张的时候，只要在心里默念这些口诀，就能够帮助他重新找回冷静。第1个口诀是点名对齐。拿到考卷，第一件事不是急着去看题目，而是要像点名一样，先把自己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写好。这是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告诉自己的大脑，好，我们要准备开始咯，请安静下来。第2个口诀，看懂再动。题目一定要慢慢的、仔细的看，多花那几秒钟去确认，就可以避免掉那些我看错了这种很可惜的错误。第3个，难题贴标。如果在考试中遇到一个题目卡住了，别慌，立刻先跳过它，在旁边画个小星星当做标签，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处理它就好。第4个口诀，清楚对话。你的字迹就像是在跟老师还有未来回来检查的自己对话，所以我们慢慢写，整齐的写。最后第5个口诀，正确优先。考试从来都不是比谁跑得快，而是比谁走得稳。我们宁可花多一点时间去确认答案，也不要为了抢快而失分。接着是第6个，
小抄路员。在练习卷上算对了，但是抄到答案卡上的时候却抄错了，是不是很可惜？所以要请孩子在抄写答案的时候，假装自己是一个超级精准的小抄路员。第7个，冷静巡逻。全部写完之后，不要急着交卷，你就是这张考卷的巡逻队长，从头到尾再仔细的看一次。第8个，猜谜高手。如果真的有想不出来的题目，教孩子去阅读题目给的线索，试着写下最有可能的答案，永远都不要留白，永远都有机会。第9，深呼吸充电。如果感觉心跳得很快，手心开始冒汗，就请孩子立刻放下笔，慢慢的吸一口气，再慢慢的吐气，启动身体里的冷静开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口诀，分数拜拜。我们要告诉孩子，考完试之后，分数就只是一份学习小报告，它很诚实的告诉我们哪里还可以再更进步，但是它绝对没有办法定义你是谁。要记得，你的努力和你的价值，远远比任何一个数字都还要高100倍。考试结束之后，我们的焦点就要回到那第3颗心脏，充满好奇的放大镜。我从书里面学到，千万不要让孩子觉得学习这件事只会发生在书桌前面。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让学习充满魔力呢？首先我们可以让孩子自己当学习进度的家长。我会给他一个时间的范围，让他自己排出专属的作业菜单。当孩子有了自主权，那个动力很自然就来了。再来，我们要一起把整个世界变成一座超级大的教室。规律的户外运动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带他去公园观察蚂蚁怎么搬家，这就是最好的自然课。鼓励他跟不同的人说话玩耍，这更是课本上学不到的社会能力。当孩子可以自由地用他好奇的放大镜去探索世界的时候，他就会真心发现，原来学习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活动。亲爱的朋友们，我从《刚刚好的管教》这本书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我们是孩子最坚定的后盾，而不是最严苛的监工。让我们一起练习，把对分数的执着慢慢转化为对孩子内在成长的关注。那么又到了我们本周练习的时间了，请从刚刚的10个魔法口诀里面选择一个，这个礼拜就跟你的孩子一起练习看看。如果你喜欢我今天分享的实践方法，也请帮我点个赞，并且把这个内容分享给其他需要这份温柔力量的家长们。也别忘了订阅 M 亲子书房练习曲，然后开启小铃铛。你的每一个支持都让我更有信心，可以继续在教养的路上跟你一起温柔的练习。我们下次再见，也祝福你和你的孩子都拥有一颗自信而强大的心。